Can I add a can I add a second drop off? I'm picking Uh, up my daughter from McNair and taking you her need to to the add in the dentist. app. Yeah. Can you Can I do do it? that? Thank Yeah. you. Can you add? Can you add? Thank you so much. I think you Okay. can, All right. Let me see. but you need to do it quick because if we are closer to the destination, they don't allow you to add. Oh, Right now, okay. I think you can. Okay, let me do it. Okay. You're going to dentist, native dental. Let me see. Here we go. All right. Keep going. Okay, I think it just did it. Yeah, I see it. I see Thank it. you. Yes. All right. Thank you. Okay, so I'm gonna pick her up. I'm gonna tell her to come downstairs. Oh, hi. How are you? See you soon, okay? Love you. I know. I suggest you stay on Bergen Avenue because unless you want to cross the boulevard, because I'm on the left side. It's up to you. I can tell you when to turn. You stay Yeah, on Uber Bergen. It's up to requests you. us to follow the GPS, but you can tell me. You can Well, when because before. sometimes I'm just telling you, Yeah. you're gonna have to cross in that boulevard. You've been driving, you know what I'm talking about. It's not good. Oh, I'm not from here, so I'm Oh, not. well, you Yeah. should have stayed on Bergen. Uh, Whatever. I don't really know where is Bergen, but That's what we were on. yeah, You you can can go back tell me on it. before we reach there. You can tell me. Okay. Okay. 老实说，这支视频我本来不敢拍，因为我到今天都还没搞清楚，为什么一个普通邻居能把我的生活搅得天翻地覆。我一个每天忙着开 Uber 想办法活下去的工薪族，从来没想到有一天竟然会因为他一个电话，让我差点儿就进了监狱。那通报警电话之后，他做的那些事儿，更是让我意识到，美国的家庭和邻里关系比我原来想的要复杂的多。今天我必须把整个过程讲出来，不为八卦，只是因为如果我不说，我自己都无法理解究竟发生了什么。看过我以前买房视频的朋友应该知道，我2025年就是今年4月份，买了一套老房子用来出租。买完之后，装修和找租客也都还算顺利，但是房子租出去以后，让我预想不到的意外还是发生了，就是我的男邻居。上个月我一个人在这套房子的车库里收拾东西，车库门是开着的。这个隔壁的邻居突然就把我叫了出去。其实我呢还是第一次见他，当时我还不知道他是我新买的房子邻居。他说：“你和你家租客从我家门前的 driveway 车道前走过，被我家的监控摄像头录下来了。你还有什么话可说吗？”说句实话，我听完有点懵，但我还是习惯性的回答说：“没问题，我以后会注意，不会再路过你家门口了。”现在大家看到的图片里的，就是我家邻居家的车道和我家车道相连的地方，箭头指的就是我邻居家的车道。啊、我的租客呢，有的时候会从侧门路过他家门口，出门的时候。然后呢，我问他你是谁？我好像以前没在这见过你。他说你竟然能不知道我是谁？然后很骄傲地说他正是我家隔壁房子的屋主。他说，我要你现在就去敲门，告诉你租客不可以再路过我家车道了。我说我其实很少跟我租客讲话，麻烦他们的，我自己也不住在这里。这是我的出租房，我以后也不太有机会再经过你家门口。如果这个事情真那么困扰你的话呢，你可以亲自去跟我租客说的，或者等会儿我男友下班儿，你再让他去告诉我租客也行。这个男邻居瞪大眼睛，不可置信，我竟然敢这样回答他。之后的事情大家应该猜到了，他就开始骂我说脏话，B 和 F 开头的侮辱女性的那些脏词，全都说出来了。我回到我车库呢，不想再跟他纠缠。另外，这个邻居呢，从他家开的车他们的工作
我都知道他家应该是属于中产吧，全家人都是中产水平，白领阶层的。嗯，然后我回车库前呢，看到他掏出手机在打电话，当时我并不知道他打的是911报警电话。这个时候呢，我家煤气检修公司来人了，我就开始忙起来，也没有再去想刚才邻居这个事儿了。我就在我家车库里。其实呢，从我看到他打电话到，没错，两个持枪的警察突然闯进我家车库，逼我倒退到车库内墙，还准备来铐我。这中间真的是没经过多长时间。你们应该知道我当时被吓成啥样了，是吧？当时我家来了修理工，车库门、房门全部大开着，我又站在车库里，所以警察直接就进来要抓我。其中一个警察控制住我身体，不让我动。然后我问他：“你能不能先告诉我为什么要抓我？我到底犯了什么罪？还有，这是在我家里。”我言下之意其实是说你没有逮捕令，是不应该不经我允许直接进来的。另一个警察就说：“你邻居已经给我们看了他家的监控摄像头的证据，他说你和你的租客都已经侵犯了他的私人的房产土地。他说他报警说你今天找他说话的时候呢，你还持有武器攻击了他。”我说你在说啥？今天是他先来我家车库找我对话，找我麻烦的。我今天根本没靠近过他，更没碰到过他，更何况拿武器攻击他了。你们怎么能轻易就相信他一个男人胡说我一个女的攻击他这种事儿呢？那两个警察根本就不想听我解释，只是说他们是听上级命令办事儿，需要我回警局协助他们调查，还一直说他们已经看过我邻居家的监控视频了。这个时候，我家的煤气修理工，他是来检查的，那就突然站到我和警察中间。检查煤气的，他突然站到我和警察中间，他应该是听到了我和警察的全部的对话过程的。这个修理工呢，用手把我往后推了推，让两个警员跟我之间隔开了一点距离。然后他就很客气的跟两位警察打招呼，他说：“我知道你们都很忙，但是呢，我的活已经干完了。我雇主呢，也就是这位女士还没付我钱，所以我还没法走。”这位修理工呢，很是时候的缓和了我和两位警员之间的紧张气氛。我就立即付了钱给他，之后的事儿我不说了。如果不是这位好心的维修工打断警察抓我，那我那天可能已经回警局协助调查办案，甚至已经坐牢了。我男友下班知道警察今天来我家这事儿呢，还有邻居找我麻烦的事儿，我男友是非常非常气愤的。呃，我男友说，这个邻居他已经找过，因为这个事情找过他一次了，他也保证这个邻居会告诉我的租客不再经过他家门口。他其实当天早上就已经告诉我租客了。那我男友气愤的另一个原因呢，就是他是天天在这个房子里车库里修他自己汽车的那个人，我男友。我其实从买房之后就已经很少来这个房子了，装修啥的也基本都是我男友在监工或者帮工。我男友几乎可以说是天天都来，有的时候一天来2、3次。而这个邻居呢，他明明可以随时找他再次说这个车道这个事儿，而且他已经说过了，所以他没有必要偏偏挑了我男友他不在家的时候呢，来找我一个独自在房子里的女人的麻烦。而且还想报警诬陷我袭击过他，所以我男友第二天就去找他理论了。放心，我男友虽然长得很彪悍，但绝对是个动嘴不动手的人。Hold on, one second. No, I'm not gonna hold on. Yeah, yeah. The other night, Hold on. the other Hold on. night, you came over here and you knocked on my door. Hold on. You knocked on my door and we had a conversation. You told me, "Who is this?" I said, "That's my wife." Said, "Listen, can you tell her not to walk through here?" I said, "Not a problem." Then you mentioned my tenants that they walk through here, and I said, "You said, oh, can you tell them not to walk on my property?" I said, "That's fine." Okay. He said, first of all, I told him, "Well, you're here. Why don't you tell them?" He says, "Well, they're not my tenants. You tell them." Fine. The following morning, I called them up and I told them, "Listen, you do not walk on our neighbor's property." They said, "Fine. There's no fucking reason for you to come and scream at my wife." 之后呢，这个邻居又报警了一次，
这次来调解的警察建议我去我家城市的建筑许可部门申请个许可，在我和我家邻居之间盖个篱笆隔墙，彻底断绝我的租客可能不小心踏足他家车道的这种可能性。我就乖乖的去申请篱笆许可了。建筑部门的工作人员要求我先花钱做个新的房子 survey，就是房屋的边界测量图。我没现金呢，就刷卡刷了$1000多才终于搞定了这张图，然后又请了5、6家篱笆公司来给我报价，价格是5000到8000美金不等。就在我最近一直在发愁怎么能存到那么一笔钱来盖篱笆的时候呢，更戏剧性的事情就发生了。昨天我男友很开心跟我说：“你篱笆钱省了，不用盖了。”我说：“你这话什么意思啊？”他说：“今天新买房子这邻居的姐姐告诉他，他家姐弟3个人为了争夺刚去世母亲的这套隔壁的遗产房，天天打架，天天报警，争到你死我活，最终可能只能卖房了。他们房子卖掉就没人找你租客麻烦，你也就不用花那么多钱盖篱笆了，对吧？”我说：“那个男邻居不是说他自己是那套房子唯一的屋主吗？”我男友说，他倒是这么希望的。他一直以为他母亲去世的时候，只把房产留给了他这唯一的一个儿子。其实他母亲写了份遗嘱，房产归他和他的2个姐姐共同拥有。但是呢，他不肯承认这份遗嘱的有效性。现在2个姐姐来房子里争要自己的那部分产权和住房权来了。3个人目前谁都不肯让步，最后恐怕只能卖房打官司分钱了。好吧，说我听到这个邻居要卖房的消息不开心，那绝对是假的。我知道我不该幸灾乐祸别人家庭的不和睦，但是你们能想象那天的那事之后，我很多天都做噩梦睡不着。我不敢再去我自己刚买的房子，怕碰到那个邻居，甚至吓到买了防狼喷雾，一直带在身边。看来我男友说他觉得我总是能心想事成，也不全是在糊弄我。我不知道我有没有人像我以前那样认为，美国父母去世后，房产多数都是捐赠了，比如赠给教会或者是一些嗯癌症研究中心，或者在去世前呢卖房花光，不留钱不留遗产给子女。美国中产家庭也应该比较少有子女争夺遗产房这种事情发生，毕竟子女都是18岁刚成年就搬出父母家自己独立租房了。如果你也曾经这样认为呢，请你在视频下面留言告诉我。原来任何国家的子女遗产房争夺大戏都是一样的，儿子认为母亲就该只把房子留给家里的男性继承人，也是到哪儿都一样的呀。那么，有没有看视频的朋友想来新泽西买房跟我做邻居的呢？其实这整件事情走到现在，我最意外的不是邻居的态度，也不是那些突如其来的麻烦，而是我第一次真正看到，任何国家、任何家庭都会有他们背后自己的故事和复杂。我们这些工薪族就是尽量的把每一天过好，不惹事也不怕事。今天是11月18日，我今天开 Uber 7个小时，收入只有Uber 是50块8毛6美金，Lyft 是32块09美金，总共只赚了82刀。如果你想继续听我在美国生活里遇到的这些真实经历，欢迎订阅我的频道《美国工薪族》，我会继续把最真实的美国生活完全透明的分享给你们。那么我们下次再见。